大家好，比特币今天来分享新指标。特朗普已经胜利了，有马斯克支持，怎么可能不胜利？之前很多朋友是不相信马斯克的影响力，现在比特币已经是涨疯了。反正不管是2年之前 20K 一路做多到 50K 的利润，或者是前面 50K 左右一起在做多的利润，等下利用新指标来寻找一些线索。不过山寨币这一次也是有一点遗憾哦，因为上周交易群上面也是一直在通知朋友们，有恩来感觉有庄家，但是做多也是被清洗，昨天就大涨了 30%。或者等下来聊一聊狗狗币，利润我还是继续在持有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聊一下，昨天遇到一个朋友，他是说他最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做空，亏了快1个比特币。还有我在这边提醒大家，你开100倍，如果是币本位，不要去拿1个比特币去赌，100倍风险是很大啊。而且你就算拿1个比特币币本位，它是开不了100个比特币哦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来分享一下这个新指标 MMBS。等下会教大家这个指标要怎么打开。那我们来回顾一下，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日线里面有可能第一个上涨目标位是在7万美金，现在7万美金已经是站上了，或者下一个上涨目标有可能在 8.6 万美金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MMBS 指标。这一条黄色的线大约价格也是在8万到8万6千美金，而且比特币盘整了200多天的箱体，这个位置很关键啊！如果这条黄色的线能突破，或者是未来的顶部，昨天有跟大家讲有没有可能在20万美元以上，我们可以参考当时在2020年这个位置也是总统选举，后面比特币价格突破了这个 above 1，就是黄色的这条线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后面是继续疯狂的上涨，所以做整个中长线交易，我感觉是很舒服哦。我们看这一个指标的区间，下方这一个 below 2，当时在2020年疫情恐慌崩盘的时候，这个位置就是底部。然后2022年也是跟大家讲，在 20K 下方抄底，当时比特币跌到 19K 附近，也是希望朋友们越跌应该越买。当时的价格它就是非常接近这个 below 2的这一条线哦，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当时比特币的底部价格也是接近这一条绿色的 below 2，后面价格就开启上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第一波上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，就是价格接近这一个绿色的 above 1这个压力的位置，有几次都没有突破，或者是又跌回来，然后后面总统选举在这个位置突破，也会再洗到就是这一个 above 1的位置，或者是再上涨创 all time high， 也是会继续洗到这一个黄色的线啊。但是我们参考历史的经验，只要价格站上这条黄色的线，或者是后面的上涨最终的顶部，我们去参考这条红色的线，或者是有可能突破红色的线，后面我们应该要考虑风险，或者是分批卖出。所以现在的位置，我们短期尽量先观察比特币这几天上涨会不会突破这个8万到8万6，后面有没有可能再洗盘一段时间。但是希望朋友们还是一样利润爆，等到将来的这个 above 3的位置，到时候我们看会不会超过20万美元或者是30万美元以上，后面再考虑要不要分批卖出一点点比特币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标要怎么打开啊？你直接点击 indicator 这边搜索 MMBS， 可以看一下这个483人在用的指标打开。打开以后，你这里面的参数设置点开，然后把下方的这几个你可以留着也可以不要啊，或者是留这几条线啊，比如 below 3的不要，然后 below 2的保留， below 1的也不要，还有这个 MM 的指标也是保留，以及这个 above 1的保留，然后 above 2的也不要，留这个 above 3，因为感觉比较清晰啊，然后就得到跟我一样的就是这个指标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来跟踪一下链上金鱼的数据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的地址，大主力大金鱼的地址现在是
昨天一根上涨也是继续表态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他们是买了6000多枚的比特币，比特币都快要被主力鲸鱼给买光了。目前的持仓数量是再创新高啊，1188万枚的比特币。但是散户持有1枚以下比特币的地址，昨天是又卖出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 W 底的结构，86000美金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跟那个位置有一点重合啊。如果按这个 W 底的形态，这边颈线在这个位置突破，它是有压回确认。不过前面几天就是这一波下跌，也是给大家信心。包括交易群上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就是成长组的这个聊天组啊。10月28号的时候也是通知一些朋友，你如果手上没有单子的话，想再做多，可以去关注这个UNI，因为我一直感觉好像是有专家在里面哦。当时的支撑是在 7.2 附近，不过后面也是被洗哦，我不知道会洗到哪一个位置。包括后面山寨币这一个不能聊天的小组啊，也就是 UNI 在跌下来11月2号的时候也是通知朋友们，我是继续在做多，但是最终也是止损，因为倍数开得太高，50倍的杠杆，昨天就大涨了 30%。 然后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或者是这一波洗盘确实是很疯狂啊。那如果你手上没有单子的话，希望朋友们至少要有仓位啊。你如果不敢做，尽量现货也可以啊，或者是现在的一个目标位离这一个86000有可能会是第二个上涨目标位。但是我的观点，我们尽量看长线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或者是来聊一下狗狗币的支撑。支撑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大箱体高点的位置大约是在 0.17 或者是 0.172 附近。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嘛，有可能 0.17 再过的话，有一个目标位就是这个 0.22， 昨天是达到这个 0.22， 那短期涨多了，有些朋友又在问我狗狗币能不能买。我的观点是，短线你应该先看盘整，但是长线之前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 0.1 附近，包括当时的视频也是提醒朋友们，就是这3个高点突破，它是在压回这个支撑。所以之前在这个低点如果有一起做多的利润，我目前还是选择继续持有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长达2年到3年的这一个底部的形态，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爆发，跟2020年11月份当时总统选举爆发的时间是非常的接近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当时2020年在这个位置，就是这根 K 线，它是突破了整个狗狗币长达也是2年左右的底部。所以我们观察，就是当时这下方的一个底部，在这一根 K 线被突破的时候，后面狗狗币上涨目标都是在 all time high 以后再考虑要不要卖出狗狗币，或者是狗狗币有没有顶部的风险。所以现在的位置我们尽量观察吧，有利润的朋友尽量等 all time high 以后，或者是1美金以后再考虑顶部有没有风险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